我不想支持香港警察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8个月里面，我比任何人都挺他们，但是同时间，我心里的阴暗面一直在和我对话，而且这也很可能是你们身边朋友不愿支持香港警察的原因，所以你们一定要听下去。大家好，这里是小马识途，但是我感觉这是小马真的糊涂了。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更新视频，这1个星期里面，我内心非常的挣扎，我的良心和阴暗面在进行拉锯战。我尝试换位思考，我想了很多。今天我的思绪终于整理好了，结果也出炉了。我总结出了5种类型的人，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想支持香港警察呢？如果你们内心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身边有这样的家人和朋友，我恳请你们一定要听下去。第1种，很容易被身边朋友影响的人，这种类型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案例特别多，因为年轻人喜欢跟风，他们随波逐流，然后头脑发烫，非常容易被影响和煽动。就好像有句話說10個年輕9個黃，仲有1個喺度俾黃絲老師或者喺黃色學堂訓練中。第2種，被毒媒體影響的人，香港人每天在接觸的都是毒蘋果媒體，或者是外國的反中媒體，他們在媒體資訊的潛移默化下變得非常仇警，而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是20多年來累積的成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受毒媒體社交假新聞的影響，久而久之，就是你想支持香港警察，你也不敢說出口。不要說你們，連我功力那麼高，也差點被他們搞到懷疑人生。第3種，自私類型的人，支持警察又對我沒有好處，反而讓我的生命受威脅，為什麼要支持呢？做警察是你們自己選的，又不是我逼你的，沒什麼好埋怨的。再來，黃絲暴徒的目標是警察，又不是普通市民，所以只要我們不支持警察，不就沒事了嗎？良心值多少錢一斤啊？還是人身安全重要？大不了就喬裝成他們的一群，也成為黃絲就好了。你不知道現在的黑暴多麼危險嗎？小馬認為，這些自私的人，當有一天暴徒影響到他們生活的時候，他們肯定會後悔的。第4種，被意見領袖影響的人，這些意見領袖可以是政治人物、明星、社會上有名望的人，或者是 KOL。這些香港的意見領袖為了保護他們的個人利益和獲得大眾的關注，唯有把很多課題都誇張10倍、100倍，其實就是為了反中或者妖魔化警察，這樣他們就能夠在年輕人的眼中成為偶像而獲得他們的支持，結果就苦了我們的香港警察。第5種，也是最無可救藥的一群，他們的潛意識裡面，警察就不是一個好東西，黑警就應該死全家，警隊就必須解散，5大訴求缺一不可。這種類型在5個類型當中可以說是最沒有藥可救的。廣東話講叫醫翻得嘥藥費啊，唯有隨着時間的轉移，才能夠證明一切。好，說完了以上5種人過後，如果你是剛好的其中一種，又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是這樣的，我現在來教你一些方法，就是和他對話，將心比心。因為你要知道，香港警察也是人，他其實和大家是一樣的，他比任何人都愛香港。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警察的日記，裡面記載着他們的行程。警權
亦是人权，责任远远重于装备。今时今日，眼见香港社会的风波，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在香港，人们喊着自由的口号越来越大声。当过于追求人权时，是不是忘记了警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警队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单要确保市民的安全，还要兼顾每一个跟他们出生入死兄弟姐妹的安危。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啊，也是别人的子女，他们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每当遇到同事受伤，他们同样感到伤痛。对于同事被投诉或者接受调查，他们更觉得难受。他们的身上其实责任比装备更重。警察除下制服过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超人，他们只是想守护这个城市最后的安宁。我们不祈求别人的欣赏，但也不容许别人侵犯我们的底线。无论怎样，都要保持自我，坚持对的事情，苦尽才能甘来。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比较了解他们的心声？我再来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每天都发生在香港警察身上黯然落泪的故事。无情未必真好治，莲子如何不丈夫？香港警察黯然落泪。对比起暴徒们在街上喊打喊杀，罔顾人命，香港警察其实也很容易流露出他们刚强后的脆弱。这不禁让我们作为普通市民要向他们说声阿雪 Madam 你哋辛苦晒。这个真人真事源自于香港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有前线警员因为处理暴力事件辛苦过度而心脏病发入院。卓雪不禁在采访现场流下了满人泪。他说自己在面对该警员家人时感到非常愧疚，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当时能够依赖的只有身边的同袍。大家可能会问，卓雪情绪为什么会那么的激动，甚至一度拿纸巾擦泪？因为他在殖民地年代就当过警察，所以他更加清楚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性。而他对于一些冥顽不灵，仍决意在香港生事破坏的暴徒有一些看法。年轻人，请你们认清事实，不要人云亦云。你们应该要有正确的家国观和家国情怀，否则是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定位去看待这个世界。说到这里，小马真的有一点心如刀割，但是我坚信以上的两个真人真事只是这8个月以来香港警察所付出努力的冰山一角。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局势会越来越好。其实现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市民支持警察，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让香港在一夜之间恢复平静。上个月12月15日，天马公园就有近万人发动了反暴力集会，来表达普罗大众的心声。之后的12月27日，也有多位香港热心的市民也特地到深水埗警署慰问前线的警员。市民们还在现场齐喊：你哋辛苦啦，委屈啦，支持警察，拘捕暴徒。更有长子说，感觉现在香港倒退到了60、70年代港英治民时期，黑社会横行。不同的是，他们现在用的是黄色经济圈的方式在收保护费。他们谎话连篇，一言不合就攻击不同政见的人。大家不应该退缩，要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警察，严惩暴徒，还香港一个安定和繁荣。再来，小马想问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平安夜你们都到哪里庆祝了？我心疼香港的平安夜和圣诞节。首先，
平安夜难逃暴乱的阴霾，香港在暴乱声中迎来了黑色圣诞。往日热闹的气氛不再复见，商户提早收铺，市民未能心安。旺角的汇丰银行更遭报复，被打砸纵火，外墙更被喷上了星火之仇的黑气字样。感谢警方过后在各区逮捕了至少30人。香港认为他们非法集会，做出违法暴力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以身试法只会自毁前程。看来这些黑暴乱港之星是不會死的，佢哋嘅行為仲惡過以前啲黑社會啊。然後第二天的聖誕節，因為暴亂，也讓香港的聖誕變成了空城計，港人都被迫逃離北上度假，旅客絕跡。但是呢，商戶仍抱住黑暴不放手，旅客被嚇走。今年香港經歷歷年來最冷清的聖誕，節日氣氛全失，人人都想逃離，繁華的都市驟眼變空城。根據入境處的統計，平安夜內地遊客呈斷崖式下滑50%，聖誕情況更恐怖，再跌10%。而在另外一方面，深圳的口岸則被瘋狂逼爆，離境港人較上年增長了45%，高達5萬人次。同在香港，令人可笑的是，入境與離境的人數竟成兩極的對比，真係講出嚟都冇人信啊！香港人竟然要逃離香港避難，暴徒們請反省下啦！所以來到今天影片的最後，我想用一句廣東話來總結，一句講晒新政唔怕影邪，如果唔係身有事，又點會驚揦嘢呢？為什麼我會那樣說呢？早前有暴徒就聲稱父親經過港珠澳大橋到澳門的時候，途經東人工島後就全無音訊，懷疑被內地公安扣留了。結果是珠海市公安局在東人工島執法時，對一輛前往澳門的穿梭巴士進行例行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一名乘客，香港中姓男子，是2012年涉嫌組織澳港兩地貨車司機走私手機案的通緝犯，隨後就移交到了相關單位處理。據了解，該男子還是走私團伙的主要成員。犯案後多年潛逃在外，避得過初一就避唔過15，犯法就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暴徒整天都說怕被送中，講到內地好像會吃人的那樣，一句講晒啦，新政唔怕影邪。這個故事也讓我們再一次明白，現在的香港原來是逃犯天堂。暴徒們為何想盡辦法不讓修例通過？他們的目的表露無遺吧。好，雖然今天說的有點多但是這都是我在這個星期以來沉思的結果，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啟發。我會繼續以行動支持香港警察，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不容置疑。大家可以關心，可以討論，但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不容侵犯，中國的內政也應該由中國人說了算。今天的影片就暫時說到這裡吧。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下集見，拜拜。